摘星老鬼脸色狰狞地冲着萧炎而去。现在他终于可以报自己的断臂之仇了。萧炎催动天妖魁的阵法后，小医仙有些担心地说：“要不还是他来拖延最强的摘星老鬼吧。”萧炎让他放心，如今摘星老鬼想要击败他，可不是什么轻易的事。见萧炎坚持，小医仙不再多说什么。他叮嘱萧炎自己小心点后，便和天火尊者等人将天妖皇族那些人拦住。唐振看着走向自己的冰河尊者，让萧炎若是不敌的话，便出声，他会尽力过来相助。萧炎点点头，而后让天妖魁将黄轩拦截住，自己则目光平静地盯着走到面前的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满脸狰狞，这次他绝不会像上次那样给萧炎任何挣扎的机会。萧炎冷笑一声：“这可由不得你。”说罢，他飞快施展出天火三玄变，将实力提升到了3星斗尊左右。感受到萧炎暴涨的实力，摘星老鬼不敢再有丝毫怠慢，10几道黑色锁链对着萧炎周身要害而去。这些锁链在萧炎周身形成了一个诡异的阵法，黑雾中爆发出一股异样的吸力。萧炎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颤了颤，他脚掌一跺，紫褐色的火焰依附在黑色锁链上，而后他的焰分噬浪齿直劈摘星老鬼头顶。摘星老鬼望着萧炎狰狞一笑，施展出他的大杀器森罗大星手。望着朝自己而来的星辰巨手，萧炎双手飞快结动，他接连施展出开山印、翻海印、覆地印以及远天印，地印诀4印叠加，硬挡下了摘星老鬼的全力一击。萧炎层出不穷的手段，让摘星老鬼的脸色彻底阴沉。一想到萧炎才刚突破斗尊没多久，摘星老鬼心中的杀意顿时暴涌，他肩膀一颤，身形诡异消失。萧炎脸色猛地一变，急忙暴退，但他将3000雷动施展到极致，依旧无法摆脱鬼魅般的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施展的是他压箱底之一的幻魂身法，这个身法他从未对5星以下的斗尊施展过，但今日对阵萧炎，他却不得不动用全力。摘星老鬼的拳风如同暴雨般轰向萧炎，萧炎虽说落入下风，但脸色依旧十分平静。3000焰炎火的不死修复功能在此刻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出来，只要萧炎不是被秒杀的连3000焰炎火都来不及修复，他就不用担心出现真正的性命之危。伴随着这种不断受伤又不断被修复的循环，萧炎也被打出了血火。最后他几乎放弃了所有防御，直接和摘星老鬼硬碰硬。摘星老鬼在这样的战斗下越打越心惊，在发现萧炎有3000焰炎火护体后，摘星老鬼就不敢再和萧炎缠斗下去，他决定使出一击必杀的斗技。眼看摘星老鬼再度诡异消失，萧炎也施展出自己的天皇古意，反正他和天妖皇族已经结下恩怨，也没必要再遮遮掩掩。另一边的摘星老鬼正在结印，萧炎就带着一股劲风狠狠拍在了他的后背上。摘星老鬼急忙抬头，只见3团异火再度悬浮在萧炎身前，他脸色巨变，急忙冲向萧炎。萧炎古意一震，将摘星老鬼远远地抛在身后。现在摘星老鬼的速度可还远远不够，他不够，再加上我等，可够了。一道阴翳的冷笑声在这片天际响起，2名天妖皇族的5星斗尊出现在萧炎不远处。天妖皇族的长老看着萧炎背后的古意，说他胆子真的很大，他们今日必要擒住萧炎，废掉他的斗气，拔去他的古意，让他在陵墓中跪服一生，否则难以震慑旁人。听着他们旁若无人地决定自己的生死，萧炎怒笑一声，3种异火飞快凝聚成一朵精美的火莲。摘星老鬼惊惧地看了一眼火莲，而后出声提醒天妖皇族的2名长老莫要大意了。那2人淡淡的点点头，不做任何反应。萧炎屈指一弹，火莲轻飘飘地飞向那2人。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，那2人脸色一沉，飞快在半空中凝聚出一座庞大的妖皇钟。火焰风暴撞击在妖皇钟上，爆出刺眼的火花。很快，妖皇钟上就有一道道裂缝蔓延。不等那2名老者继续加固妖皇钟，它就砰的一声炸开了。那2名老者受到波及，被震得连退了2步。他们迅速稳住身形后，冷笑着说：“雕虫小技。”不远处的摘星老鬼嘴角一抽，这2人明明因为托大受了伤，反倒在这嘴硬的死。
萧炎瞥了他们一眼，两位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受？灰白衣衫的老者脸色一沉，他让萧炎看清形势，乖乖跟他们回去。今日他们插翅难飞。这时小医仙他们全都飞到萧炎身旁，这片广场周围出现了将近100名天妖皇族的援军。萧炎轻轻吐出一口气，天妖皇族还真是看得起他们。黄轩让他们将龙皇本源果交出来，否则别怪他们大开杀戒。紫妍冷笑一声，天妖皇族真是好大的威风。黄轩眼睛微眯，他们的确不想招惹太虚古龙，但为了龙皇本源果，他天妖皇族绝不会有半点留手。萧炎眼中涌上一抹疯狂，真被天妖皇族这4名5星斗尊逼急了，他就只能再度施展毁灭火莲。虽然那样他会直接进入虚弱期，但此时已经别无他法。紫妍看出萧炎的想法，他让他们不用出手，交给他就好。他高举起龙皇本源果，让黄轩他们有本事就来拿。黄轩和那2名老者对视一眼，一头幼年期的太虚古龙而已，他们还真不怕。说罢，3人同时出手，如狼似虎地冲向紫妍。他们几乎眨眼间就来到了紫妍身前，但就在他们即将抓到紫妍小手上的龙皇本源果时，紫妍身旁的空间突然裂开一条大口子，一道壮硕的身影跨出，一股极强的龙威让黄轩3人的身形陡然凝固。我太虚古龙一族的人，也是你们这些杂毛鸟动得了的？黄轩3人心头涌上一股惊惧。虽说天妖皇族和太虚古龙并列魔兽顶尖族群之一，但他们一直都很清楚，魔兽界真正的至尊一直都是太虚古龙。远古时，他们的老祖宗都是被太虚古龙压制着的，他们这些血统不纯的后裔更是谈龙色变。黄轩3人强行挣脱开凝固的空间后就想逃跑，但他们刚有动作，黑琴的大手就隔着空间狠狠地扇了下去。瞬间，黄轩3人的脸上爆出一道清脆的响声，一个血红的巴掌印出现在他们3人脸上。这一巴掌让黄轩3人鲜血直喷，身体更是直接将坚硬的广场砸出3个巨大的深坑，整片天空都因为这一巴掌寂静了下来，就连远处正和唐镇激战的冰河也被吓得急忙收手。他心里对萧炎涌现一股极重的忌惮，这人不仅能引来古族相助，如今又找来太虚古龙，看来以后绝不能招惹萧炎。黑琴双臂抱胸，还有谁敢来抢？天妖皇族的白衣男子见自己这边的人被他一句话吓得无人敢答话，当下便说太虚古龙一族的前辈在他们这些小辈面前耍威风，可算不得什么本事。黑琴嗤笑一声，先前那3个杂毛鸟做的就是这种事，他们现在竟然还有脸说这种话。他让白衣男子不想挨拳头就滚一边去，龙皇本源果的事不是他们这些杂毛鸟能插手的。白衣男子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。黄轩3人也终于从深坑中爬了出来，他们对视一眼，皆有些颓丧。太虚古龙一族既然已经注意到了龙皇本源果，那他们天妖皇族就别想将之得到手。黑琴问紫妍，这次他来的不晚吧？紫妍小手指向不远处的摘星老鬼，还有那老王八。摘星老鬼脸色一变，大声说自己乃是魂殿之人。黑琴眼睛一瞪，难道打了他，魂殿还敢对他太虚古龙一族宣战不成？说罢，他再次高举起大手，遥遥对着摘星老鬼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摘星老鬼被这一巴掌打得鲜血直喷。黑琴让他们都滚远点，这里的人，他们这些货色都没资格动。望着瞬间安静的广场，萧炎苦笑一声，在绝对力量的压制下，任何东西都毫无作用。紫妍将黑琴介绍给萧炎等人，黑琴看了萧炎一眼，有些感慨，没想到萧家一族如今还能出萧炎这等人物，不愧是远古8族之一。当年黑琴跟萧玄认识的时候，他也就跟紫妍差不多大。黑琴拍了拍紫妍的脑袋，说自己先带他们离开，省得那些聒噪的家伙又来唧唧歪歪。他随手在面前的虚无空间划出一道裂缝，当最后一人进入空间裂缝时，黑琴的大嗓门再次在天妖皇族的人耳边响起。他警告天妖皇族，日后行事最好收敛一点。远古天皇他们尚且不惧，更何况是他们这些靠着天皇血脉传承的杂毛后辈。
他们离开之后，白衣男子一脸不甘地对黄轩说：“难道就让他们这样带走龙皇本源果吗？”到嘴的鸭子飞了，黄轩也很生气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难道要上前跟那家伙死拼吗？只怕他们这里的人死光了，都伤不到人家。”说罢，他深吸了几口气，转头就走。他准备去把天皇的骸骨搬回去，不管怎样，他们绝不能空手回去。骸骨山脉百里外，萧炎冲着黑琴道谢。黑琴摆了摆手，他出来时，族里的那些家伙托他感谢萧炎这些年对子妍的照顾，这份情，他太虚古龙一族会找机会还给他。萧炎一直将子妍视为妹妹，在他看来，照顾她是应该的事。黑琴摇摇头，子妍的身份对太虚古龙来说格外重要。萧炎能把她安全带到中州，并且和他们联系上，对他们一族来说算得上是一件大恩情。他让萧炎不要磨磨唧唧，日后他们一定会还他个情。听到黑琴要带自己回去，子妍脑袋一摇，怎么也不肯回那个一点也不好玩的地方。黑琴摊了摊手，这次是那些老家伙下的命令，他必须要回去，将古龙传承彻底完成才能出来。而且现在他又得到了龙皇本源果，这东西也需要他来处理。见子妍哭着一张脸，黑琴说他现在跟在萧炎身边也是累赘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拖累他们，出现什么变故。等他完成了传承，实力暴涨，到时候绝不会有人阻拦他出来，那时候他也能真的帮上萧炎。子妍低下头，好吧，你赢了，我跟你回去。萧炎看了黑琴一眼，这人看起来是个大老粗，但却能一下就戳中子妍的软肋。黑琴冲着萧炎笑了笑，而后让熊战也跟自己回去。远古龙熊当年也是他太虚古龙一族的附属族群，跟他走一趟，熊战会得到不少好处。子妍依依不舍地看向萧炎他们，他很认真地说，下次他再出来时一定会比萧炎强，到时候他要萧炎每天都给他炼丹吃。子妍一走，萧炎也有些惆怅，惆怅完之后，他就大笑一声，朝着兽域之外飞去。这次远古遗迹之行可谓是收获满满，他不仅得到了浑元果，还得到了丹兽，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那3根隐藏着天阶斗技的肋骨。